快乐故事会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，说我妈被人撞了。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第一眼就看到了我老公的初恋张云欣，他正在和警察交谈，签了几张单子。我站在楼道口，脚步踌躇，不敢上前。时隔多年，他还是和当年一模一样，无论在哪都是人群里最引人注目的存在。可他不是在国外吗？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我一个走神的功夫，张云欣已经处理好公事，转过身来。我连忙躲到了楼梯间。这是我下意识的本能反应，连我自己也说不出我在害怕什么。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拐角处，我才走出来，匆匆去我妈的病房。还好，我妈伤得不重，听警察说是有人冲着我妈喊了一声，我妈避让了一下，所以才只是扭伤了脚踝。肇事者还算有良心，硬把我妈拉到医院，说再观察1天，还交齐了住院治疗费用。所以这件事就以和解的方式和平处理了。我看着我妈，一脸恨铁不成钢：“你也太好说话了吧？要没人喊你，你这会儿指不定伤成什么样了呢。”我妈摆摆手：“算了啦，我看那姑娘跟你也差不多大，态度蛮好的，应该不是故意的。”我妈说着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拉着我的手又道：“我跟你说，撞我的分明是个男的，出了事居然叫一个女人出面解决，真不是个玩意。跟你家新川比可差远了。”听我妈提到我老公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觉得张云欣出现在医院的时机有点太巧了，于是问我妈：“妈，你说的那个姑娘，她长什么样？反正比你好看。”我妈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，刚加了个微信，你看看。一看到微信头像，我就认出来，果然是张云欣。是他撞了我吗？不对，还有个男人。那个男的呢？妈，你认识吗？他戴着口罩，我没看清楚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如果是我老公，即便戴着口罩，我妈也应该能认出来才对。当是我心理作用吧。我妈既然这么说，那就应该不是他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地铁里，心事重重。张云欣回来了，我老公知道吗？如果他知道他回来了，他会不会……我不敢往下想。回到家，新川已经在厨房忙活了。我换好衣服去帮他，他问我今天出门了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我买了你爱吃的菜，给你做红烧排骨。去了一趟医院，我妈被人撞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死死盯着新川，想从那双惊讶的眼睛中看到一丝慌乱。然而没有，他眼中只有担心。妈没事吧？我摇了摇头，崴了脚，在家待一阵子就好了。对方是个女司机，我欲言又止，不知道该不该点破那个名字。我想试探新川的反应，又怕是我自己多想，破坏了我们这么些年的夫妻感情。在我挣扎的时候，新川说道：“不是我嫌弃女司机，但大部分女司机开车真的不行。好在妈没事，不然一定跟她没完。”他往我碗里夹了一块排骨，转移了话题：“我看你最近挺累的，我过段时间可以申请年假了，带你出去逛逛好不好？你想去哪里玩？”新川说话的语气态度和平时没什么区别，但我却总感觉他是故意想要避开什么。吃完饭，新川去洗碗，我在客厅休息。我随便找了本书看，但翻来翻去半天都看不进去一个字。新川洗完碗又开始打扫擦地。结婚这几年来，他一直都会主动包揽大大小小各种家务。知道我喜欢光脚在地上踩，他就每天都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。周围的朋友谁都知道他对我有多好，说他会出轨，根本没人会相信。换做以前，我也不信。可是现在张云欣回来了，事情变得不一样了。临睡前，我洗漱好从浴室出来，床头已经放好了一杯蜂蜜水。新川知道我平时不喜欢喝水，所以每天晚上都会给我准备蜂蜜水，说是既可以补充水分，又可以助眠。我喝了一口，觉得今天这杯水的味道不太对劲。蜂蜜甜味的掩盖下，好像尝到了一丝丝苦涩的味道。这水味道有点怪，我脱口而出：“是吗？”新川伸手接过我的杯子，浅浅尝了一口，可能是漂白粉的味道。
今天新换了一家桶装水，看来不太行，下次还是订原来那家。我瞟了一眼客厅的饮水机，水桶的包装确实不一样了。我没想太多，很快就喝完了杯子里的水，然后上床睡觉。第二天，我醒来的时候，新川已经上班去了。我窝在床上画稿子，想起旧平板里存了一些素材，想找出来参考参考。家里许多旧物件都被收在顶柜里。我搬了椅子，翻箱倒柜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放旧手机、旧平板的箱子。我费劲把箱子抽出来，却不小心把旁边的箱子也扯了下来。箱子砸下去，哐当一声，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。我连忙动手收拾，可随手捡起的一样东西却吓得我差点尖叫出声，一件沾满血迹的衬衫。血迹看起来已经干了很久，大片褐红色在原本浅色的衬衫上十分刺眼。我起初没看清那是血迹，还以为只是衣服上的图案。等我定睛看清，顿时吓得我胡乱把手里的血衣扔了出去，连连后退，缩在角落里一动都不敢动。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这衣服是谁的？新川的衣服平时都是我帮他买，但那件血衣我从来都没有见过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心里害怕极了，掏出手机就给新川打电话。可是电话打通了，却一直没有人接。看着那件躺在地上的血衣，我1秒钟都不敢继续待在这个空荡荡的家里。我抓起手机就冲出了门，想去新川的公司找他。安姐，辛总今天没来公司啊？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？公司的前台都认识我，他们告诉我新川今天没有来过公司。可我明明记得，清晨我还在睡梦中，他像往常一样吻了吻我，告诉我他要去上班了。如果他没来公司的话，那他去哪了？我再次给新川打电话，这次他总算是接了。安安，你到公司找我了？对不起啊，我今天出来和客户开会，刚才一直没看手机。你在公司附近找地方坐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陪你一起吃午饭。不用了，你忙你的，我只是路过，想着来看看你。新川对我说谎了。他说他在客户公司开会，但我听到他那边隐隐有钢琴乐声，还有咖啡杯和勺子碰撞的叮叮的声响。他应该是在一间咖啡厅里，至少不是刚从会议室出来。认识这么久，新川很少会对我撒谎。我心里顿时多了几分猜疑，所以没有跟他提起家里找到那件血衣的事。挂了电话，我越想越觉得惴惴不安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从包里翻出昨天在医院时警察给我的事故处理单，上面有张云欣的手机号码。我到路边随便找了一家小超市，借了电话打过去。张云欣接起电话，声音温柔且礼貌：“您好。”我倏地愣了一下，没有出声。电话那头又问了一声：“您好，请问哪位？”我反手挂了电话。一通电话不过几秒钟的时间，却掀起了我心底里的重重波澜。我听到了张云欣那头的背景音乐，和上一通打给新川的电话里一模一样。除了他们现在就在一起之外，我找不到任何的理由可以用来解释这个荒诞的巧合。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，脑子里一团乱麻。看到还在地上的血衣，我突然意识到新川隐瞒起来的事可能比我想的还要更多。这件血衣是从顶柜上的盒子里掉出来的，也就是说，在我发现它之前，它一直被人妥善仔细地收着。而在这个家里，能这么做的人就只有新川。我今天刚发现这血衣的时候，实在是被吓傻了，想都没想就条件反射地去找新川。是的，这么多年是我太信任依赖他了，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想过他会有事欺瞒我。新川为什么会在家里藏着这样的东西？上面沾的那些血又是谁的？越来越多的疑问接踵而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脑容量都快要不够用了。大概是因为做贼心虚，我记住了张云欣的手机号码后，打算把昨天的事故处理单烧了。在拿出那张单子时，我猛地想起了昨天那位警官说的话。本来在驾驶座的是位男士，但我们赶到现场后，那位女士却一直坚持说车是她开的。当时车上还有个男人，那个男人
会不会就是新川？一个突然生出的可怕的脑洞，让我顿时毛骨悚然。难道昨天的车祸其实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？新川就是因为怕被我和妈妈发现是他，所以才临时跟张云新换了座位。我在新川回家前，把血衣收回了原来的位置，不想让他知道我已经发现了这件事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我准备做饭等他回来，但却收到了他发来的消息：安安，今天晚上我要和客户应酬，不能回来陪你吃饭了。你要是不想做饭，就叫个外卖，我尽量早点回来陪你。下一条消息是一个200块的红包，封面上写着一个人也要乖乖吃饭。我没领红包，只是回他：那你记得别喝酒，你胃不好。可惜，他还是喝酒了，而且还喝了很多。说好早点回来陪我，直到凌晨他才醉醺醺的回来，一进门就吐了一地。怎么会喝成这样？安安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尽管已经醉得连路都走不稳，但他开口第一句还不忘跟我道歉。我把他扶到卧室躺下，扒掉他身上的脏衣服，直接扔进了洗衣机，然后到玄关打扫一地狼藉。看着地上那些恶心的秽物，我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新川向来是个极有分寸的人，就算是再重要的客户，他也从来不会放纵自己在酒桌上喝醉，怕自己会在人前失态。可是今天究竟是什么人能让他喝成这样？想起中午2通电话里一模一样的音乐声，我心里突然像是破了个口子，空落落的，怎么也补不上。我忍着眼泪拼命地刷洗地毯，用这种可笑的方式来发泄自己满心的委屈和不甘。我不明白，凭什么我付出了7年的感情，始终还是比不过他的回眸一笑。滴滴，突然洗衣机叫了2声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故障报警。我放下手里的活，打开洗衣机，从里面一件件拎出沾着他的呕吐物还没洗干净的衣物，检查故障原因。一个白色的小瓶子堵住了出水口。我一阵懊恼，习惯性的责备自己太大意，没有在洗衣服前仔细检查口袋。可这样的念头怔了一下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可笑。绿帽子都快戴成通天塔了，还上赶着给人当保姆。我没再管那些臭烘烘的衣服，只是把堵住的小瓶子捡出来，瞥了一眼，却发现这好像是个药瓶。瓶身上贴的标签被洗衣机搅得斑斑驳驳，很多字看不清了，隐约能分辨出镇静、处方、中枢性几个字词。我觉得奇怪，这段时间我和新川都没生病，他随身带着一瓶药做什么？况且吃药的人通常都不能喝酒，可他今天还喝得这么醉，那这药到底是给谁准备的？我倒出几颗瓶子里的药闻了闻，被水泡过的药隐隐一股苦味，我一身冷汗。这药的味道跟昨天我临睡前喝的那杯水里的怪味一模一样。俗话说得好，有病吃药治病，没病吃药要命。他这是想要我的命。我再没心思收拾打扫，攥着那个小瓶子坐在沙发上发呆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什么都理不清楚。我很想冲进去把新川抓起来质问他，但这样的念头只是一瞬便被我否定了。只凭一瓶药能说明什么？我这么无凭无据地拉着他吵闹，除了证明我是个无理取闹的泼妇之外，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我安慰自己，也许一切都只是一场误会。白天在电话里听到的音乐声可能只是巧合，并不一定就代表他们见过面了。而且我前些天还跟新川说过，我最近晚上总会睡不着，说不定这瓶药也只是他买来给我助眠的药而已。对，我不能胡思乱想，我应该选择相信新川。毕竟我们是夫妻，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我一遍一遍安慰自己，终于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。我把小药瓶收好，打算等明天新川醒来再好好问问他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时我看到新川的手机还放在玄关的柜子上，我怕他明天听不到闹钟，把他的手机拿到床头充电，却不小心碰到了指纹解锁的位置。他的手机上一直录有我的指纹。屏幕亮了起来，
我到家了，今天谢谢你陪我聊了那么多，下次换我请你喝酒。一条半个小时前收到的新消息。那时新川刚进门，醉得不省人事。发消息的人备注是张云新。看到这名字时，我就知道我辛辛苦苦经营了7年的感情真的完了。整整1夜，我坐在旁边看着熟睡的新川，一夜没合眼。我顶着2个黑眼圈，连夜写好了离婚协议书，只等他一觉醒来就签字。可是，在他闹钟响的前10分钟，我又手忙脚乱地把离婚协议撕了，塞进垃圾桶。我舍不得，我像个游魂一样在家里绕了一圈，看着地上每一块瓷砖，窗边每一株盆栽，这个家的一切都是我和他一点一点精心布置的。而现在，张云新一回国就打乱了我好不容易才维系下来的平静生活，这不公平。还有，那个药瓶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？藏在顶柜里那件沾满了血的衬衫又是怎么回事？妈妈的车祸究竟和新川有没有关系？这些问题我必须要一一弄清楚才行。我不能让我这么久以来细心呵护的婚姻死得不明不白。新川出门上班后，我带着药瓶去了医院。瓶身上写着处方药，我知道药店不可能轻易卖给我。我跟大夫说，我不小心把药扔洗衣机里搅了，麻烦他重新给我再开一瓶。大夫把药瓶拿过去研究了半天，警惕地看了我一眼，问我这药是谁要吃的。我想了想，回答：我妈。年纪大了睡不着觉，一宿一宿失眠，非得吃药。姑娘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药可不是普通安眠药，吃多了那是会闹出人命的。大夫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一句话就撕碎了我所有的理智。原来我昨天安慰自己的那些话，只不过是一个可悲的笑话。我这么多年来对新川付出的感情，最后换来的却是他的绝情。离开医院后，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，不知道现在自己该去哪里。从前，家是让我唯一能够找到安全感的地方，但现在那个家带给我的只剩下恐惧和不堪的回忆。不知不觉，我穿过人来人往的广场，脚步停在了警局门口。我攥着手里的药瓶，甚至想到了要不要直接进去报警。可只凭这瓶药，警察怎么可能会相信我说的话？正在我不知所措时，我接到了新川打来的电话。安安，你出去了吗？我来出版社开会。那你几点回来？我买了好多海鲜，下午给你做顿大餐。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我请了个假，昨天不小心喝多了，辛苦你照顾我，今天好好补偿你。对了，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你回来就知道了。新川的一通电话让我有些恍惚，好像这些天发生的一切都只是我做的一个噩梦。梦醒后，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，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好。可是手里的药瓶提醒着我，这不是梦。我没有办法自欺欺人，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，只能继续往前走。回家后，又是满满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在等着我。但我已经找不到从前那种感动的心情，反而对那些菜肴多了几分警惕。我不知道这些菜里会不会也被他下了药。整顿饭我几乎都在盯着他的筷子，他加什么菜我就加什么菜，如果他没碰过的菜，我一口都不敢往嘴里送。不过我似乎想多了，他今天很有胃口，把我吃剩的那些菜全都清空了。我没怎么动筷，趁着吃饭的时候随口问他，昨天你怎么喝那么多？跟谁去应酬的？上次我跟你提过的华安那个宋总，他带了几瓶酒，说是老家特产，非要让我尝一尝。我也是第一次喝，不知道那酒后劲那么大。哦，生气了。新川看出我情绪不对，马上放下筷子过来哄我。对不起吗？我知道我答应过你不喝那么多的，这次是我不对，我以后一定会注意。看在我买了礼物来道歉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，好不好？你还没告诉我你买了什么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。新川从房间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盒，让我亲手拆开。我虽然早就对这份礼物没了期待，但还是装出一副惊喜的表情，不想让他看出什么端倪。盒子里是一双球鞋，
我种草了很久的款式，但国内一直都买不到。我之前跟新川提起过，没想到他真的记在了心上。看到礼物的一刻，我还是不争气的红了眼眶。新川看见我要哭不哭的样子，弯起嘴角摸了摸我的头，至于这么感动吗？我抿了抿嘴，没有回答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，我想哭不是因为感动，而是觉得他费尽心思骗我的样子实在太陌生了。晚上新川照常给我准备了蜂蜜水，我没有喝，趁他洗澡的时候把水倒了。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塞满了过去7年我和新川的点点滴滴。说起来，我最初认识新川，还是因为被我室友按头安利磕了他和张云欣的 CP 糖。入股难回头，越磕越上头。大学的时候，他是奖学金拿到手软的学神，他是被星探打爆电话的笑话。这种郎才女貌的组合，等同于偶像剧照进现实，就好像童话里的王子公主，神话里的玉帝王母，哪路妖怪敢不站出来说句绝配？我室友给我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，拍着大腿，激动的唾沫星子到处乱飞。人家新川和张云欣俩从高中就认识了，当时他俩的事在论坛上那可是破万楼的大爆贴。两人约好，只要能考上同一所大学就在一起。新川本来是那年的高考状元，硬是为了张云欣放弃了出国的机会，报了咱们学校。一男的也这么恋爱脑？你懂屁，这叫痴情，那不就是恋爱脑吗？听完他俩的故事，我大腿也被室友拍肿了。当时我对新川的印象就是妥妥恋爱脑，早晚戴绿帽。后来没多久，另一件事情的发生验证了我的想法。新川和张云欣都比我大1届，正好到了要出去实习的档口。有个据说是世界顶尖的外企来我们学校招人，但只有1个名额。在一并面试的几百个学生里，对方负责人看中了他俩。毫不意外的，新川把这个名额让给了张云欣。这无药可救的恋爱脑，这烂俗至极的狗血剧情。拿到 offer 的第2天，张云欣欢呼雀跃地带着新川帮他收拾好的行李，搭上了飞往漂亮国的飞机。据说那天有人看见新川一个人在篮球场待了整整1下午，直到篮球场熄灯才走。我室友跟我是这么形容的：哎，男神抱着球在以前送张云欣回宿舍的那条路上走了好久，那落寞的背影真是我见犹怜。我都忍不住想上去安慰安慰他了。那你怎么没去？嗨，那天没化妆，怕吓着他，替他谢谢你。总之，张云欣就这么扔下新川，头也不回地出国了。一开始还有人继续在校内网讨论他俩的事，但后来实在捡不到堂科，大家的视线也终于从他们身上移开了。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分手了，还是在艰难地维持着异国恋。直到毕业几年后，许久不联系的室友突然给我发了一张朋友圈截图，张云欣的婚纱照。新郎是个金发碧眼的肌肉男，跟新川截然不同的风格。室友在微信上痛心疾首地感慨他真情实感磕的 CP 终究还是逼了。而我看了看躺在我旁边的新川，笑着打趣他别太难过，他不要你我接盘。就在那之后第3天，正好是我生日，新川向我求婚了。我如愿以偿地当了接盘侠。当时我看着面前手捧钻戒的男人，激动得差点蹦起3尺高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分明是他知道自己在张云欣那里没机会了，所以才便宜了我。我后来问过新川，问他后不后悔当时把那个实习机会让给张云欣，他想都没想就摇头。接着他又补了一句，要说后悔的话，我倒是有点后悔高考完没早出国。哦，我没敢问为什么，也许是因为他觉得为了他不值，又或者只是因为如果他当时早就出国的话，后来他们就不用分隔两地了。关于张云欣的事，我很少跟新川聊起，其实是因为我总会自卑。毕竟论长相身材，论才华学识，我哪一样都比不上人家。我也不知道新川当时怎么会看上了我。仔细想想，可能他本来只是想找个人陪他打球打游戏。是的，我跟新川是在球场上认识的。
张云新走后，他没有选择再找其他实习机会，而是留校准备考研。7、8月份的大下午，球场烧得能煎蛋，但凡是个脑袋清醒的正常人都不会赶着这种天气去打球。可我脑袋不太清醒，新川也是。我那天去的时候，他已经一个人在打了。我顺手帮他捡了个球，他笑着露出2颗小虎牙，问我一起吗？阳光下，他高高瘦瘦的身影被金灿灿的光晕围绕，看得我直犯迷糊。这种偶像剧标配场面，谁能拒绝？反正我是不能。打完那场球，我们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，约好下次在一起。从那天起，我认识了一个跟我室友口中完全不一样的新川。他不是天天泡图书馆的学霸，而是通宵打游戏，隔天睡到日上三竿的网瘾少年，更不是斯斯文文不食人间烟火的白衬衣男神，而是在打完球后喝冰可乐会大声打嗝的搞笑男。每当我跟室友说起新川的各种反差，室友总会一脸不屑地笑话我，人家拿你当兄弟处，肯定在你面前不顾形象啊。要不你看他跟张云新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就不这样？两人在一块儿，天天老拘着，多不自在。你懂屁，这叫爱情。哦，原来我跟新川之间没有爱情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我可能喜欢上新川了。当我听到我室友说他只拿我当兄弟的时候，我心里憋得慌，想反驳2句，又说不出来。我不甘心只跟他当兄弟，所以隔天我跟新川一起去打球的时候，我就拐弯抹角地问了他：你成天跟我混在一起，你女朋友不生气呀？你说张云新？新川冲我笑了笑，那表情让我感觉我自己好像个大傻子。然后他掏出手机给我看了张云新发在 IG 上的照片，穿着热辣泳衣的他在海边跟一个棕色头发的法国男人热吻，不是后来婚纱照里金发碧眼的那位。原来新川和张云新早在我们第一次一起打球之前就分手了，他是被甩的。至于有没有获得一顶绿帽子当纪念品，我没敢问。知道他单身以后，我就越发肆无忌惮了。我时常跟他说，你成天除了看书就是打游戏，出门也只会跟我打球瞎混，当心我挡了你桃花，让你交不到女朋友。那你陪我一个女朋友不就完了？算了，反正我也还单着，实在不行跟你凑合凑合。行啊。对于我的这些玩笑，新川一直都很配合。但就算是这样，我也没敢把他的玩笑话当真，更不敢告诉他我是真的很喜欢他，不是凑合。捅破了这层窗户纸，我怕连兄弟都没得做了。我们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相处着，从学校到工作，一晃就是几年。在这期间，他一心扑在事业上，一次也没谈过恋爱。我有时空闲约他打球，到他公司门口等他下班。他的同事遇见我次数多了，都传我是他女朋友，他一次也没解释。后来我家里人眼看着我就要直奔着30大寿去了，都急得团团转，催我结婚。我也心急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可还没等到跟新川之间有一个结果，我真不甘心。于是我终于鼓起勇气约了他出来吃饭，打算跟他表白。藏了这么多年的心思，就算是扔水里了，也得听个响吧。表白那天，我特意认真打扮了一下，还专门去烫了个头。他见我难得穿了条性感风格的裙子时，眉毛挑得老高。美女，你哪位？你大爸爸？哦，我还以为不是本人呢。我精心酝酿的气氛和好不容易做好的心理建设，还没2句话就直接破功了。准备好的表白副稿，直到吃完饭都没派上用场。我感到很挫败，因为我意识到，按照我们之间这种相处模式，兄弟这个称号可能真的一辈子都摘不下来了。饭后，新川送我回家。到楼下时，我鼓起勇气问他要不要上楼喝2杯。我本来寻思着酒壮怂人胆，多喝2口，死个痛快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最后的剧情居然变成了干柴烈火，一点就着。从那天起，我和他的关系终于往前迈了一步。我们做尽了情侣之间该做的事，只是我始终不知道，我们究竟算不算是情侣。我以为的在一起，应该是从一束花、
一句正式的告白开始。而新川没有送我花，也没有对我告白，他像一个称职的男朋友一样对我嘘寒问暖，陪我约会逛街，带我共赴巫山，但他从来不说爱我。我唯一一次听到他说我爱你这3个字，是在我们的婚礼上。新川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，在完成任务一样，照着司仪安排好的流程，对我深情告白。那天我笑得脸都快烂了。我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男人，终于被我搞到手了。此时不笑，更待何时？结婚之后，我自问一直都是一个称职的妻子，而新川也成为了别人口中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老公。我一直以为我们生活过得平淡却不乏味，我享受其中，而他亦然。我们有着相同的爱好，简单的小圈子，虽然偶尔也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嘴，但每次他都会马上服软，主动来哄我。在外人面前，他更是给足了我面子，对我无微不至。在我们共同的朋友眼里，他简直堪称爱妻模范。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洗脑大法作用下，我一度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没有之一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们之间这段我曾经无比坚定地认为坚不可摧的感情关系，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如泡沫般脆弱的谎言。如果张云心愿意，只要伸出手指轻轻一戳，就能摧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切。隔天，我到疗养院探望妈妈，因为早些年和爸爸离婚闹得很不愉快，妈妈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是很好，这几年都住在疗养院里。我进房间的时候，看到妈妈正坐在窗边织毛衣，小孩子的款式。她见到我，高兴地笑着拉我坐在她旁边：“囡囡，你来了，你快看看这毛衣颜色好不好看？以后我的小外孙会不会喜欢？”“好看。”我应付地点了点头，心里却不是滋味。我和新川结婚这么久都没有孩子，这件事情一直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，怎么也拔不掉。但我知道，妈妈不是故意要戳我的心事，她只是年纪大了，有些老年痴呆。我给妈妈倒了一杯水，换过她手里的毛衣放在一边。我犹豫了一阵，小心翼翼地问她：“妈，如果我想和新川分开，你会支持我吗？”“分开？为什么要分开？”妈妈听到这话十分着急：“囡囡啊，你跟妈妈说，是不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”“他没有。”“囡囡，你可不许骗妈妈。”“哎，妈妈早就知道的，天底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男人都是满口谎话的骗子。你记住妈妈的话，以后千万不要相信男人，不要像妈妈一样被人骗了都不知道，最后落得这种下场。”自从和爸爸离婚后，妈妈就总是跟我念叨这些话。我以前听她说这些，只觉得是爸爸给她造成的伤害太大，才会让她这么深恶痛绝。可现在我才信了那句老话：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妈妈说的对，天底下的男人都是骗子。我留下来陪妈妈吃饭，妈妈心里一直惦记着我刚才跟她说的那句话。过了半天，她又把话题拉了回来，询问我：“囡囡啊，你和新川2个人是不是因为孩子的事才有了矛盾？”“不是这个原因。”我答了一句，想了想又改口：“妈，我和新川没什么矛盾，我刚才只是随口一说，你别想太多。”“哎，就算你不说，妈妈也知道，孩子的事可不是小事。当年要是我能给你爸爸生个儿子，也许他后来也就不会跟那个女人好了。妈，你不能这么想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囡囡啊，你要是个男娃娃就好了，要是个男娃娃呀，我们娘俩就不用受苦了。”妈妈陷进自己的思绪里，又听不进我说的话了。这些年她总是这样，说着说着就开始自言自语，抱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男孩子。可这不是她的错，更不是我的错。听着她反反复复的念叨，我没心思再吃饭，悄悄放下碗筷，离开了疗养院。我一个人走在街上，初冬的风吹来，带着袭人的寒意。但我不想坐车回去，盼着这冷风能让我清醒清醒。走着走着，路过一间咖啡厅，我本想进去买杯热咖啡暖暖身子，却看到门口停着一辆眼熟的车。仔细一看车牌，没错了，那就是新川的车。
这个时间是他们公司的午休时间，新川平时都会在公司附近吃午餐，然后在办公室小睡一会儿。可这里距离他们公司至少10公里路程，他为什么会到这儿来？我忽然想起上次给他打电话时听到的咖啡杯的声音，心里顿时一阵不安的预感。我到隔壁服装店迅速换了一身装备，宽大的帽衫和口罩，把整个人遮得严严实实。走进咖啡厅，来来往往的客人中，我一眼就看到了新川，而坐在他对面的人果然是张云新。精彩故事下期更精彩，感谢收看。